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8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双 Puma Turk Blaze Court， 这名字真难念。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老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我手上的这一个配色是以天蓝色以及粉色为主的。大声告诉我，这种配色你会想到什么？告诉我。球鞋的整体外观造型依旧偏复古，在鞋舌以及后跟处分别有两个彪马的 logo， 在中底上面有一个 Trinomic 的三角 logo。鞋身侧面有两块与鞋面相同颜色的 TPU 键作为点缀，整双鞋的外观看上去依旧跟以往的彪马篮球鞋一样复古帅气，穿它压马路绝对没有问题。但是实战到底行不行？那接下来就让我来跟大家细聊一下。在实战方面，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方面，球鞋采用了这一种有点不规则纹路的大底纹路，但是针对不同的方向都有着相对应的纹路来进行应对。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不过在吸灰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进行实战，它的抓地力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的，需要不断的去用手擦拭鞋底才能保证脚底下有够用的抓地力。在耐磨性方面的表现也是不太能够让我满意的，大底使用的橡胶硬度非常软，并且纹路也比较细，想要用来打外场绝对是不太合适的。那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大家只用来打室内的木地板，其他场地还是尽量慎选。在中底方面使用了这一个叫做 Trinomic 的缓震科技，在之前这一个科技是有实物构建的，有点类似于那种蜂窝气垫的感觉，但是现在这一个中底科技只是一个结构式的存在了。将中底内部掏出来这么一个槽，对于缓震方面我个人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用的。而全掌的 Pro-Foam 加在调教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软硬适中，比前一段时间我穿过的那两双彪马的篮球鞋都要强。前掌的厚度适中，虽然在场地感方面表现的比较一般，但是在反应性方面还是有着比较不错的表现的。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泄力感，还是比较直接的。而在整体的缓震方面表现的也是非常不错的。对于我180斤的体重来说，在缓震方面基本上算是够用的。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出现震脚的感觉，不过单用脚后跟落地的话，还是能感觉到一点点轻微的震脚感，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缓震方面的表现是没有问题的，缓震的力度以及缓震的极限都 OK。而在鞋面方面，使用了大面积的针织材料，加上部分区域的麂皮材料组合而成。浅色的麂皮其实我个人并不是特别喜欢，很容易脏，而且脏了之后很难打理，这一点还是挺烦的。球鞋的鞋楦略微有一点偏宽，感觉最近穿过的彪马的篮球鞋好像鞋楦都有一点偏宽，对于我这种脚型偏窄的人来说，真的不太友好。不过对于脚型偏宽或者是宽脚的朋友来说，这确实可以算得上是一件喜事。那你们穿这一双鞋绝对可以得到一个比较不错的包裹以及锁定。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脚型偏窄，那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比较明显的感觉到它在前掌的锁定方面是有着明显不足的。在做急停动作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顶脚趾的情况，体验比较一般。但是中后段的锁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不会出现掉跟的现象。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位移，就是会有那么一点点顶脚趾，但是还是可以接受的一个程度，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在支撑性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鞋面的材质虽然整体是比较偏软的，但是它的延展性是比较低的，并且中底的橡胶都上翻至了鞋面，在主要的受力点位置也有皮质材料的加固。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做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鞋面是可以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的，非常不错。而在后跟处的鞋面上面有两块 TPU 键的加持，并且在后跟内部也有着硬度比较高的钢宝加持，让这一双鞋在后跟处的支撑性得到了保证。不过在足弓处的支撑是略微有一些不足的，在足弓处虽然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内收，但是它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翻，在足弓部位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平的，对于足弓的支撑还是略微有一些欠缺的。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不错，球鞋的大底面积比较宽大，并且中底的重心高度也还算适中，缓震材料的软硬程度也比较合适。虽然球鞋的大底是呈弧形的，但是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完全没有问题，穿它打球还是比较放心的，不会有那一种心里没有底的感觉。在重量方面，单支42码的 Turk Blaze Court 重量是357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不错的，在彪马阵营当中，甚至是所有的篮球鞋品牌当中，都算得上是一个比较轻质的重量了。
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级，这双鞋整体的实战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真的要说它是一双实战好鞋，感觉好像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意思。在包裹性方面略有欠缺，足弓支撑也有些不足，整体的穿着体验更加偏向于一双休闲鞋的感觉。但是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它都表现的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脚型就是偏宽的脚型，或者你就是宽脚，那想要一双又能压马路又能打球的篮球鞋，那这一双鞋绝对会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了42还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球鞋的鞋楦略微偏宽，我更加推荐正常脚型或者是脚型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那如果你的脚型是偏窄的脚型，那这一双鞋的前掌锁定可能无法令你满意。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啦。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